老母，别冲突了。看起来你也是。那就互帮互助，江湖规矩，不过问彼此身份信息。今晚过后一拍两散。你还能不能挺得住？不行。哎，都快生了，你能不能高兴一点？知道了，马上啊！这特工质量真顶啊！互帮互助，一次就给我搞了个孩子。这么轻松，我第一次见孕妇生小孩跟喝水一样简单。哎，你快躺下，你别起来！让我看看。这像爹。一个抹茶蛋糕，一个巧克力可颂，多少钱呀24块8毛3，这里扫码付款，谢谢。9.56加15.27，还真是24块8毛3。小朋友，你这心算也太厉害了吧！那我问问你啊，我拿3个甜甜圈，2个布丁，还有1个蛋挞，要多少钱呀38块2毛4。神了！哥哥姐姐，你们快点哦，别影响到后面的人买单。你们真是少见多怪，这点计算量对于小川而言呀是轻而易举，人家小川可是智商176的天才呢。这么厉害呀！拍张照，拍张照。妈咪，怎么了，宝贝？妈咪，小川累了。妈咪来玩去吧。不好意思啊。我看你呢，长得还可以，都是吧？小学老师，还没有编制，不是？你这1个月才挣4800呀？是的。那我跟你直说了吧，你配不上我啊。这要不是看你长得还可以呀，我也不是不能降一点标准啊。那您这边看标准能降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么说吧，我呢也不是啥特别物质的女人，我彩礼呀要200万。哎，嫁妆我可不能带过去啊，我已经让步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得要一辆不少于150万的豪车，市中心一套不少于150平的房子，没问题吧？我有意见。啊？小朋友，你阿姨，我觉得人不能这么肤浅，做事情不能只看别人的脸。我感觉这小孩说的挺对的。我呀，确实不能因为你长得好看，都降低我自个儿的标准。这样吧，我的条件呢，得再往上挑一挑。我还想要一套学区房，还要看看自己的脸呀。不是，你谁家小孩啊？咋这么没礼貌呢？啊！这个童言无忌嘛，别太在意。我是这家店的小老板。我早都听说这家店儿只有女人和小孩儿。你都是那个没踮脚的小野种吧？也不至于对小朋友动手吧？我教育这个小孩儿跟你有啥关系呀？躲开！你妈咪来了，谁敢在我地盘上欺负我儿子啊？过来。靠，哪来的帅哥？好像在哪儿见过他。妈咪，这人好不讲理。刚刚就是有点小误会，现在没事了。你让你们家的小野种给我道歉！再给我说一个野种，这铁铲扇你脸上我！你儿子骂我磕碜，这咋算？说实话也算账吗？
不是，你刚刚嘀嘀咕咕说啥呢？你张口闭口野种，这账怎么算？我实话实说咋了？还天才儿童呢？我呸！他不就是一个有娘生没爹教的小野种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是野种。你不是野种，你爸搁哪儿呢？啊？妈咪，在这儿呢。你说啥？听清楚了，我是孩子的父亲，也是她老公，老婆。你们这对狗男女竟然骗我！你个狗男女生的小野种！哎，不是，你个不要脸的还敢打我！这到处都是监控，再闹的话我就报警了。英雄救美，好帅！你算啥东西？还搁这当英雄？搁我身后，我来。李小川上我线。好。我可事先警告你啊，我儿子这长毛可是带屎的，谁沾谁死。你们别过来啊！你敢动我试试？试试就试试，给我上！发动攻击！别过来！哎，离我远点！离我远点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刚才是权宜之计，不是故意占你和孩子的便宜。你指的是叫我老婆吗？啊。没事，爱听。啊？对不起，叔叔，不爱你相亲。没关系。叔叔，这是我妈咪，长得好看又能干，目前还是单身，也一直在相亲。哦。叔叔不能相亲了，那要不要考虑做我 daddy？ 人家可看不上我，一般我带着你啊，男人都会介意的。可叔叔不是一般男人，对吗？我不介意。真的？妈咪这么好，我又这么乖，取一送一赚大了，好吧？你替妈咪收银，我跟叔叔聊会儿天，好不？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沈，名文泽，目前在附近的荣城小学任教，是一名语文老师，但是没有编制。身家清白的普通人，不正合我意。就如你所见，我的经济条件就比较一般，月工资只有4800。无所谓啊，老娘有的是钱，你在家只当个花瓶也是赏心悦目。像我这样的在相亲市场确实没什么优势啊。脸就是最大的优势。我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林名言，有事业，但是有孩子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们现在去领证。可以啊，但是容我再多问一下，你为什么会想要跟我结婚呢？你也看到了，小川他虽然很乖也很聪明，但是因为家庭的关系，老被叫野种，我不想让他再受到伤害。再说，小川真的很喜欢你，沈老师，你意下如何？可以啊。不过你有188吗？还差一点。小川严选的 daddy 就是好。我结个婚，你比我还开心啊？我就是喜欢这个 daddy。那你说说，你为什么喜欢这个 daddy 啊？不知道，我就觉得他很亲切，很熟悉。我看你是长得好看的，你都喜欢吧？小东西。好了，相亲还顺利吗？你相信一见钟情？啊？我对他就是一见钟情，所以结婚了。啥？你这进度也太快了吧！一直未婚的话，盯在我身边的眼光又太多了，不利于我隐藏特工身份。他们都是普通人，你小心别暴露了。他们就是说你的结婚对象他还不止一个，他还有个儿子，挺可爱的。喜当爹呀！
我说你是疯了，这堂堂排名第1的金牌特工叶宵，去找个普通女人和小孩当键盘侠。道歉，对不起，跟他道歉。对不起啊，嫂子。这样的话以后就不要再说了。行，不说了。对，来任务了。谢谢。老大，来任务。28元。什么任务？2个月前，华国传世藏品级别宝石林间之星在运输中被盗。组织说今天晚上9点，那伙强盗在英华酒店会召开一场鉴赏会。鉴赏会只是幌子，实则是为了让现场富商出价竞买林间之星。我们的任务是明天晚上抢回宝石。现场安保情况如何？以你的能力绰绰有余，不过跟你常年争榜单第1的鱿鱼也领了任务。叶宵也领了这次任务。排名第1的叶宵，不足为惧。怕他做甚？送我回去。学校宿舍啊？不，我老婆家。去你的吧！欢迎加入我和买迷的家。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哦，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我怎么觉得你们2个不太熟？叔叔，我可以叫你 daddy 吗？可以啊。耶，我有 daddy 了！小心！哇，比特工反应还快，这是普通人能做到的？糟了！哎，我的裤子。沈老师还好吧？哦，没事。daddy 对不起，是我不小心。daddy 不懂，没关系。小川，去把药箱拿来。果然是我想多了，沈老师就是普通人嘛。啊，我自己来就行。那怎么行？我们都已经结婚了，我当然要照顾好你啊。执行任务受过那么多次重伤，这点小口子根本不算什么，但有人关心的感觉真好。谢谢啊，老婆。你叫我什么？哦，你不喜欢是吧？那喜欢。daddy 妈咪，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呀？小川可以听吗？我想给我。daddy 要不要去医院输血呀？不用。如果和小川一样是熊猫血的话，输血可麻烦了。熊猫血可是稀有血型，沈老师怎么可能是嘛？我是。熊猫血虽然稀有，但却会遗传。小川5岁，我被下药的那晚是6年前，该不会。小川，桌上有 daddy 给你买的礼物，拿回房间玩好不好？去吧。沈老师，你跟我们小川挺有缘的。可以跟我讲一下你跟小川父亲是怎么回事吗？我们想聊的是这个，就是想了解一下。从身手上看，和老娘一样的顶级特工，但我不能如实说啊，会吓到沈老师这个老实人的。我和他青梅竹马，但他不负责，谁让我就跑了。我发誓，我跟他没有任何联系，以后也不会有。这么柔弱的单亲母亲，怎么可能会是那晚的女特工？看来只是巧合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借你伤疤的。沈老师，你人真好。那如果他要是回来找你的话，不可能，那个人在我这儿已经死了。下次要见到那特工，我非废了他不可。你不相信我吧？哦不，我相信，特别相信。那我们继续吧。我先去把裤子换一下。你房间布置的还挺温馨的。也是我们的房间。有可以放杂物的地方。啊，那你放那儿吧。好。先把面具藏好。那这个我就给你放起来了。糟了，我的面具！我自己来。
老公，有蟑螂，我害怕，我害怕。娘们，让我来，走了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老公。爹地，你刚搬进来，家里还没有你的日用品，我们一起去采购好不好？好啊。爹地，这个好像你，我可以买这个吗？这个像我吗？那就买。哦耶！你可别太惯着他。这不是初次见面吗？总得留个好印象。万一生气不认我这个包，你麻烦了。那你可多虑了，他现在喜欢你的程度可比喜欢我还要多。爸爸，我们出发！等等我。爹地，妈咪，我想吃这个小蛋糕。好啊。多少钱？你是不是那个叮当之家的老板？对，没错。我们店的东西宁愿丢给外面的乞丐，也不卖给你们。什么意思啊？还不是你们店做的绝，将街上的生意全抢走了。要不然，我会在这摆流动摊吗？你这锅扣的有点重吧？哪有自己经营不好店怪竞争对手的道理啊？反正就是不卖给你，给我滚！哎，你这也就忒不讲道理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卖就不卖吧，我去别的地方买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生起气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控制不住自己，我平常不是这样的。没关系，走吧。算懂你也行。妈咪，我还是想吃那个小蛋糕。等妈咪回去做一个比它好吃100倍的。小川信不信妈咪呀？走。有一个东西我忘记买了。你们先到车上等我，我马上回来啊。哦。走吧。走开，走开！我都说了不卖给你们了。这些够买你这里所有的东西了，就换一个小蛋糕，你也不愿意吗？你以为我是那见钱眼开的人吗？我说了，不卖就是不卖。我还告诉你，我就是不待见那个女人和那个孩子，都是做生意的。他做生意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偏偏他就不差钱，我都怀疑他这钱干不干净。做生意做不过就开始侮辱人。你呀，我劝你赶紧滚，别在老子跟前演。那个，我儿子他就想吃这个小蛋糕，你就卖给我吧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卖给你一个。谢谢啊，剩下的就当维修费了。小川，爹爹给你买回来了。那个铺主不是信誓旦旦说不卖吗？谢谢爹地。我跟他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的谈了一下，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就卖给我了。真不愧是老师啊，这种人都能讲道理啊。毕竟换我的话，估计只会把刀架到他脖子上逼他卖呢。小时候特别想吃却又吃不到的东西，很容易记一辈子。像这样的遗憾，小川能没有怎么样？帮我联系一个整容医生，我要把我所有长的胎记给修掉。怎么了？游轮任务出现失败了，我这个胎记应该被一个女人给记下来了。行。小川锁骨上的胎记是怎么回事？遗传他那便宜老爹的，可我都把那便宜爹当死人了，又何必和沈老师说了添堵呢？哦，那不是胎记，是生他的时候难产，产前夹出来的伤疤。辛苦你了。没事的，我从来不后悔把小川生出来。哦，对了，沈老师，这个车开不了哎。打不开吗？
宣布，今天开心，我打算要。妈咪，你忘了你的酒量了吗？怎么啦？我就想喝点儿，你个小孩还管我啊？爹地，你来管他。要不就别喝了。刚结婚你就管我？我尽力了。爹地，你会后悔的。陈老师，你们也太好了吧！能被我捡漏，我这辈子肯定是积了什么大德。为什么不能是这辈子呢？这辈子就算了吧，这辈子不缺德就不错。小心！陈老师，你反应好快，我吃过功夫呢。不行，得圆过去。对不起啊，好像还是太文弱了一点。但是从明天开始，我就加强健身，争取早日可以公主抱。公主抱？公主抱，我可以啊。好歹也有140多斤，他居然能这么轻松的把我抱起来。公主抱。林老板，公主抱什么的还是我来吧。你。沈老师，你没想到吧？我酒醒了，在这埋伏你呢。还好早将枕头底下的武器清走，不然现在新婚老公已经死了。我怎么觉得你刚刚是想……老公新婚快乐！快乐，新婚快乐！要死啊！他不是教语文的吗？胸肌这么结实是干嘛？我要是摸一下，会不会把他给吓到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晚安。到底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下意识把他当成敌人。老婆，你的脸有眼屎。大早上不要看女孩子的脸。刚结婚差点就丧偶了，看来还得好好适应一下跟普通人的生活。任务开始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结婚了，想多挣一点吧。这里的茶歇是我们负责的，你缺钱怎么不跟我说啊？心疼我？可不是嘛！要让人知道我堂堂金牌特工的家属还要当服务生赚钱，这脸不得丢到大西洋去了？你要是真心疼我的话，就让我吃点，饿死了。这里面可是我的武器呢，怎么能让你看到？这个茶歇有保鲜功能，打开了必须要马上吃掉。这可是客户让我给特殊顾客送的。哦，那还好你阻止的及时。我们别挡着了，之后再说。啊。
么东西这么硬？别动！不对，这形状是枪。你身上为什么会有枪？拿出来！这个是上课没收学生的打火机，还没来得及处理。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是什么特工来抢珠宝的。你说现在这打火机做的真是五花八门哈。你应该挺忙的吧？忙着盘算怎么抢他们的宝石也是忙嘛。我也挺忙的。等会儿动起手来，可不能误伤到老婆。那我们就忙各自的。对。Welcome to our theme appreciation party. I think you all know what we have on display this time. There's a danger coming into the woods, so everyone run! 大家快跑！不愧是特工榜里霸榜的存在，竟然这么难缠。站住！我还挺好奇你到底长什么样的。特工带珐琅喷雾。6年前的那个男人竟然是叶宵，他要是知道我和小川，那是会将小川直接抢走，还是干脆想办法将小川……不行，我不能让他知道小川的存在。林老板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刚刚听他们说里面有2个人冲进去，3下5除2的就把现场的保安撂倒了，还抢走了里面的展品。幸好我不在里面逃过一劫。你没事就好。你眼睛怎么这么红啊？刚刚里边冲出来好多宾客，然后把我酒水撞洒了，酒水洒到人家里。他当时也在场，我怎么没注意到？他一个普通小学老师，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场面？估计都吓坏了吧，还装作没事的样子安慰我呢。比起这个，我更在意的是你跟我都出来了，那小川呢？糟糕，我真把他给忘了，我托朋友照顾他到11点。现在11点半了。爹地妈咪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妈咪又把小川忘了，不过没事，小川会自己回家。来，小川真乖，回去睡觉。爹地，你身上有妈咪珐琅喷雾的味道。已经清理过了呀，还能闻出来吗？这是爹跟你之间的秘密，不可以让妈咪知道。这老公嫁的是真不亏啊，长得好看，身家清白，工作稳定，还一世一家，温柔贤淑，真是像小白兔一样的理想另一半啊！辛苦你了。你一个人照顾小川这么多年，我现在多分担一点，也是应该的。既然小川这么喜欢他，这人看起来也不错，那我是不是应该主动出击将他拿下？干嘛？人家也想要抱抱。先不必操之过急嘛。
哎呀，我们都结婚了，干嘛这么别别扭扭的？你要是从我保你一生荣华富贵。你腰上……糟了，灵间之心忘了拿出来。腰上藏了什么？佘老师，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，没想到你这么没定力啊！那个，你先进去洗漱吧。东西就在这儿，你看怎么对接。老板那边还没消息，这东西放我这儿不安全，还是你来保管吧。这次任务怎么样？遇见叶宵了没？碰上了。怎么样？叶宵就是6年前的男的。你是说他就是6年前游轮上抓你去生孩子那个男的？也就是说，他就是小川的亲生父亲。是，我没有想到他竟然也在荣城。我们千万不能让叶宵知道小川的存在。老大，你那眼睛怎么搞的？让鱿鱼把防狼喷雾给喷。金牌特工叶宵，没想到有一天还能着了这个防狼喷雾的道。哎，我以为你们这种顶级特工啊，对于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那都是不屑一顾的。我也是这么以为的，不过是我先摘了他面具。那你也蛮下三滥的呀。青龙，鱿鱼就是6年前在游轮上那个女的。啥？我们绝对不能让一个顶级特工盯上我的家人。这次任务失败了，你替我交接吧。你干嘛去？接儿子放学，你以为当街那么容易？不接行不行？那个小人打不过我，竟然想掀我的面具，简直无耻啊！干嘛呢？你滚出来！有什么事儿啊？赔钱，1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就是因为你们店的东西啊不干净不卫生，才让我吃坏了肚子。你们要是不赔钱的话，我就把你们的店给砸了，顺便再告诉所有的人，你们店里的东西有问题。来碰瓷儿的？碰什么瓷儿？我这个叫合法合理的维护我的消费者权益。我店开到现在，用料干不干净好不好，我问心无愧。你自己吃坏肚子，自己去找原因，别什么锅都往我身上扣。哎呦，听这意思啊，是我把你冤枉了，不想负责了是吧？我负什么责啊？你当我世界首富啊？来个乞丐就给几百块钱，那况且乞丐还会跟我说谢谢呢。你能干嘛？他，我看他蹲下来，能给你当看门狗吗？看门？看门都不配吧？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好你个臭娘们！今天啊，老子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不可。我劝你别动手啊！哼，知道害怕了。现在害怕可一点用没有。想让我原谅你们，除了要赔钱之外，还得让这娘们儿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。哎，你误会了，我劝你是为了你好。毕竟这真动起手来，我保证，趴在地上的一定是你。哎，我以后也是有 daddy 家的人了。怎么了？之前有妈咪接还不满足啊？有妈咪好，既有妈咪又有 daddy 就更好了。看不出来你还是个端水大师啊！走，回家。daddy， 你抱着我累不累呀？我都有5岁了，妈咪说她都抱不动我了。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哎呦，好好。妈咪好像遇到麻烦了。走，去救妈咪。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腊八头裹尸贴。这就是你新婚老公啊，好帅啊！他跟小川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给我装着点。老公，你们回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不是，你谁啊你？我是附近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，也是店老板的老公。哦，原来这臭三妈的老公啊！我还当什么大人物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在这店里吃坏的东西，赶紧给我赔钱。赔多少？
1分都不能少，10万。没问题，我们出去说。石老师，这件小事我能解决，不用你出面。我哪能让他俩单独聊？沈老师弱不禁风，怎么对付得了这种地痞流氓？没事，我能处理好的。哎，这件小事真不用你处理。你们干嘛呢？闭嘴！我会跟他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的，相信我。沈老师你别担心，对付这种人很有经验的，很快就搞定。子云姨，爹地和妈咪是在吵架吗？是他们爱意的表达。是这样的吗？哎呀，你俩别撒粮了，这有的没的，赶紧给我赔钱，10万，10万。那你值10万吗？我看你倒是值10万啊，要不这样吧，你赔我1万成，这钱啊不要了。说什么呢你？说什么呢你？你一个小学老师，你觉得我会把你放在眼里？这个只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行了，倒也不必这样。既然没办法在外面解决，那就在这儿解决吧。这个穴位通便润肠。不是你，就是你动手脚才害我摔倒的。啊？我就是一个语文老师而已，哪有这本事？你说是吧？放开！你在我面前欺负我老公，你过来！也该取笑我。咦，这叔叔真是好没公德心。是呀，我们可不能像他这样，我们就算再急，也要找厕所啊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我差10万了，你回来我给你。哎，你说他怎么忽然闹肚子啊？像他这种，应该是本身肠胃就有问题，跟咱们没关系。就是，怎么会是我们店铺的问题啊？是吧？我们小川每天都偷吃店里的小蛋糕，身体还不是倍儿棒。我才没有每天偷吃小蛋糕呢。你说是吧，爹地？我可不帮你做伪证啊！今天早上你不仅偷吃，还偷吃了2个。有一个是爹地吃的。那最后都进了谁的肚子里？我的。谁的？谁的？我的。谁的？你干嘛？再敢找林岩的麻烦，我就亲自来找你的麻烦。我知道了，我再也不这么厉害了。不过兄弟，你是哪条道上的呀？我一个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，走的当然是社会主义大道了。回来。你又干嘛？疼！我操！断了！别让我知道你去找沈文泽的麻烦，不然有你好看，知道没？知道。早来宰了，遇上你2个疯子。哎，沈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小川说想吃我做的菜，我就去市场逛了一圈。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刚刚处理了一袋垃圾。我们回家吧。好，我来帮你拿。这些都是你点名要吃的，得自己吃完。妈咪做饭这么难吃，小川都能吃完。爹地的手艺比妈咪好。林小川，你再敢说我坏话，小心我揍你哦！爹地救我！好，弟弟保护你。你俩现在是一伙了是吧？之前你们在家都怎么吃饭？之前是妈咪做饭，后来是我做饭。实在来不及就下馆子，家附近有家小炒菜还不错。我们是老顾客了，那家老板老是看到我都给我送1瓶豆浆。
小川现在有爹地了，以后再也不用下馆子了。有时候小川他人小鬼大的，主意很多，你不用顺着他。那不行，万一他生气了怎么办？生气了就拿小蛋糕哄，准能哄好。要死啊！结婚这么久了，怎么对他这张脸还是没有任何免疫力？照理来说，再好看的脸也早该看腻了才是吧？我要和爹地妈咪一起睡。林小川，你都多大了？你知不知羞啊？不羞不羞。他确实很好哄，是吧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能过度依赖父母，自己坚强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这么乖，自己就起来了。怎么了？生爹地的气了？你现在是后爹了，我不和后爹说话。身份证我们离婚吧。不要。那你又不和爹地说话？偶尔讨厌的后爹和天天讨厌的后爹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好吧，那妈咪就不和爹地离婚了。耶！好了，那爹地去上班了。爹地再见。那个，我今晚有一个高中同学聚会，他们说必须要带班，你有时间吗？陪老婆的时间还是有的。那今晚8点，丽宾酒店不见不散。礼宾酒店？好好上班。听到了没？听到了。那走吧。咱特工都喜欢约人这么见面。老大，你今天的任务得要跨市。可以，但是我得在晚上8点前赶回荣城。我老婆在丽宾酒店有场同学会。丽宾酒店？那不是老大你名下的资产之一吗？怎么样？有没有打算给嫂子一点小惊喜呀？你替我简单准备一下吧，别让她在同学面前没面子就行。行，就照着我现在这个身份准备啊，别太夸张。好嘞。但是你要赶在8点前到荣城的话，可能你现在离完成任务不到4个小时，足够了。看什么玩意儿？6个人2分钟之内解决，将货拿到手，然后打车去高铁站，赶趟高铁回去正好。总找这些荒郊野岭交易，他们这些犯罪团伙就不会觉得上下班麻烦吗？妈咪，爹地怎么还没来呀？爹地应该有事耽搁了，我们先进去。走。好久不见啊！哟，这不是我们班班花加年级第1林妍吗？怎么现在才来呀？你伴儿呢？不是我听说你最近刚嫁了一个小学老师吗？怎么，就只带了一个小孩儿啊？我老公有事耽误了，来不了。哦，是有事耽搁了，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呀？
你说我们大家都是老同学了，也没必要互相欺骗嘛，是不是？大家都能理解你的，你们说是不是呀？是。就是嘛，你干脆承认自己没人要不就得了？哦，正好我认识几个离过婚的男人，要不我介绍给你认识一下，你们正好凑成一对儿。几年不见，我没收到消息说你现在转行为干媒婆。林岩，你哎呦，这几年不见，你真是变得越发的牙尖嘴利了。但是你这再牙尖嘴利又能怎么样啊？我看你这一身行头混的也不怎么样啊，穿的这么廉价，这丢给乞丐，乞丐都不要吧？哎呀，那没人要的，哪能跟刘姐比的呀？刘姐，你嫁了个好老公，天天在家享清福呢。小川，见人就叫的是什么呀？报告妈咪，是疯狗，只有疯狗才会逮到个人就乱叫。你这个野种，你都不知道你爹是谁吧？你在这说谁呢？丽丽，谁答应谁就是疯狗。那我跟……哎呀，好了，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？你说这小孩没家教是大人的问题，要责怪啊，也是应该责怪大人才对的。啊，各位同学，今天呢，我们请客，有一个算一个，算在我和我老公头上，你们都不要客气啊。对，我老婆说的对，大家都是我老婆的同学，照顾好大家吃喝是应该的。大家谁不知道，这丽宾酒店是全球连锁的5星级大酒店，连这一瓶水都要3位数起步呢。也就只有咱们刘姐加入了豪门，有这手笔，让大家随便吃随便喝。哎呀，我老公呀是丽宾酒店的总经理，这整个荣城区丽宾酒店都归他管，所以今天让大家玩好都是轻轻松松的事。我现在呢也算是混出了点名堂出来，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随时来找我，我会尽量帮大家解决的。哎呦，刘姐，我们的困难哪能比得上这班花的困难？你说林岩呀，哎呀，他也是挺可怜的，未婚先孕，带着一个孩子，还迫不得已的要欺骗我们老同学呢。就是，大家伙谁不知道这二婚男呀，未婚先孕找接盘侠就难上加难了。未婚先孕找接盘侠就难上加难了。林岩，你原来是未婚先孕呀，可真是没看出来。想当初清高成什么样子？我追他那会儿还告诉我不想谈感情，没想到啊，现在最先出格的就是他。林岩呐，你可别惦记我啊！我虽然不如张总这么有权有势，但是也算是小康生活吧，不可能当你的接盘侠的。叔叔，你知道癞蛤蟆是怎么叫的吗？呀，叔叔还真不知道啊，不如小朋友你学给叔叔阿姨们听听。小川，妈咪没事，我学给他们听。呀，叔叔还真不知道，不如小朋友你学给叔叔阿姨们听听。你这小孩怎么说话？就凭你这蛤蟆，还想惦记我妈咪，被拒绝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你想干嘛？哎呀，好了，同学聚会一场就别打打闹闹的了。我说你林岩，你别这么泼辣行吗？你这样子是没有男人喜欢你的。现在本来就没人愿意接盘，一看你性格这么凶，还带了一个这么没家教的小孩，就更没有人想跟你凑合一个。你说谁没家教？哎呀，这个小孩子没家教呀，那都是做父母的责任，不像我老公言传身教，把小孩教的是又乖又好。哎呦，张总，我听说您还是个博士呢，那教小孩呀，那都是绰绰有余的事儿了吧？哎，我呢，只不过是小小的马里毕业的博士而已。那可是全球排名前3的顶尖学府，能在那毕业的博士，可是随随便便一个领域都能当大牛的。哎，夸张了，承让了。哎呀，我说刘姐，你这老公又有学识又有钱，你以后的生活简直是高枕无忧了呀！不像某些人，就愿意被我们当做过街老鼠，人人嫌弃。
你骂人呢，就不用这么拐弯抹角了。你可以学学我，不服就干。李岩，你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我？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这狗都在我面前骂了，我还不把狗赶出去啊？怎么没教训你是吧？林岩，你再发疯的话，我就把这个视频抛到网络上去。闹到网上去对我没有好处，而且和这群人计较，真的太丢我金牌特工的脸了。儿子，爸爸赶不过来了，我们走。你个撒谎精，你给我站住！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我就不相信有哪个男人愿意要你。怎么，欺负完我们同学就想走啊？你当我们同学是吃素的呀？你们这帮男的，你们是废物吗？就看他欺负我是不是？对，必须得给他点教训，才能拉走。不如我们将他和这个野种一起抓起来，给招娣和刘姐磕头认错。小贱种，给我过来！找死！你就凭你哥怪叔叔还想抓到我，妈咪保护我！说来，高中的时候你就处处碾压我，坏我好事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你还没变，好好的一场同学聚会都被你给毁了。今天我就要替老同学好好教训教训你。老婆，然后妈咪活该！我被他欺负。你们，谁能让这个女人和小孩跪下来给我老婆认错，我就给你们100万。100万啊！那可是100万呀！张总，您放心，他们一定会道歉的。人太多了，如果我出手收拾了这些人的话，我的特工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。来，让我们大家看看是谁给他打电话呢？哟，是你那键盘侠老公呀！来，大家看一下她老公说些什么吧。李老板，我在路上，等会儿就到了。我看你啊，还是别来了，因为你的老婆和你的儿子正让我们扫地出门呢。老大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让李经理带着丽宾酒店的安保团队封锁宴会厅。你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去啊？你再不出发，我都要愈合了。别废话。行。找死！谢谢。不是让我跪下道歉吗？我看谁敢！老公，我差点忘了，他以前很能打的。我知道，丽宾酒店有一中王牌安保队，只要把他们叫过来，分分钟就能搞定这个女人。林岩，你别嚣张，张总可是堂堂经理，叫几个安保人员过来，还不是手到擒来。是啊，老公，你快去把保安叫过来呀！那支安保是丽宾酒店的王牌，没有老板的命令，谁都喊不动啊！老公，你快去啊！急什么？我现在就打电话，等一下。啊，是。林岩，我劝你呢，现在和你的孩子跪下来，给我的老婆道歉，要不然一会儿安保队来了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老公，你就是太好说话了，他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，你还想着放他一马？同学嘛，头上人数，血要人。老公，谁在闹事？谁在闹事？这就是王牌安保队了吧？张总不会是丽宾酒店的经理，叫他们过来，他们就来了。你们就是我老公叫过来的保安吧？给我把他们两个抓起来！啊，你老公叫来的？胡闹！我是李经理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啊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呢就是负责咱们荣城这个区域的经理，我叫张国峰啊。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两位啊，他们在这里闹事，您呢就高抬贵手，把他们赶出去。张国峰，是，就凭你来让我做事？我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，
鄙人姓李，是全国范围内丽宾酒店的负责人。全国？张总不过只是统管荣城一个区，他统管全国。那岂不是说他比张总的官还大？今天我带着王牌安保来，是收到了我们老板的命令，来给我们的老板娘和小少爷撑场子来了。妈咪，那个叔叔好像在看我们。别看，我被抓走了。妈咪，会不会是Daddy请来帮我们的呀？你忘了，Daddy他只是一个小学老师，怎么可能有别的隐藏身份啊？如果我料想没错的话，你们就是我的老板娘和小少爷，对吧？你认错了吧？我们不是什么老板娘跟小少爷。是啊，她那个接盘老公不过就是一个小学老师，怎么可能是丽宾酒店的老板？还有他不过就是一个未婚先孕的贱种，带着一个来路不明的小贱人，他们怎么可能是丽宾酒店的老板娘和小少爷？谁给你的胆量，敢侮辱夫人和少爷？本来就是，像他这样的贱人，凭什么嫁给有钱人？配不配得上也轮不着你来说。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是一个月薪只有4800，还没有任何编制的小学老师吗？回去再给你解释。你们没事吧？我知道了，你们啊，是他请来的演员吧？哎，我问你啊，林岩给了你多少钱？我出双倍，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你闭嘴吧你！这李经理就是李经理，李经理他听了老板的话，所以这个人他就是老板。刚好有人跟我说要把我老婆孩子扫地出门来着，是吧？是地上那个人说的，是吧？地上那个人啊。这地上哪有人？李经理，这个人是我们酒店的吗？啊，是老板。这个张国峰是荣城区的经理，从今天开始不是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实在是我有眼无珠，我真的不知道那就是少爷和夫人啊！求您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是啊，老板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老板娘，都是因为张国峰他，我不满口谎言你！糟糕的家伙，你真的很糟糕！你怎么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老板，都是我家教不严，我回去一定好好修理他啊！李经理，你觉得我应该把酒店交给一个对自己女人动手的人管理？现在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张国峰，你被开除了，立马给我收拾东西滚蛋！还有你竟然大言不惭的侮辱老板娘！来人，把这2个人给我扫地出门！老板，李经理，老板，李老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老板，你先告诉我。那个我们回家还有事儿，我们先走。站住！钱呢？把账给我结清。沈老师，解释一下，怎么回事？沈老师，解释一下，怎么回事？马上解释。好好演啊！演就演，我傻子那么大。这个林岩小川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其实他才是丽宾酒店的老板，叫青龙，也是我多年的一位挚友。嫂子你好，我是青龙和老大。老师是特别好的哥们儿。今天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？所以才会出此下策。但是我演的还可以吧？有没有那个气势？还好啊，今天咱们这个出事的酒店在丽宾酒店，这要是换做其他任何一个酒店，我还真就没有认识的人了，对吧？这你知道吧？整个荣城哪个酒店能有不认识的？你也太有老板架势了吧！装的太像了，差点把我都唬过去了。我要真不知道你是个老师，我还真以为你是这丽宾酒店的老板。
平常没少在学生面前装吧，沈老师。啊，对，这不经验丰富嘛，为首是腕。青龙老板是吧？一表人才，气宇轩昂，可比我们家沈老师争气多了。没有，沈老师才是最好的。嫂子，你只是还没有完全的了解他而已。别谦虚，别谦虚，我说是就是。对呀，你这有什么可谦虚的呢？你嫂子说的对啊，你嫂子，哎，嫂子，那个时间好像不早了，小朋友也该睡觉了，要不就好。那今天就麻烦你了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来，走吧。哦，对了，青龙老板，你要吃甜品来我店里，我给你免单啊，记得啊。没问题。好。哎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。玩呗，玩呗，你就谁能玩得过你呀，老大。你调查同志是否需要增援？幼儿园作业有什么难的？我不用半个小时就能弄完。Daddy， 教我点别的好不好？教别的什么呢 ？Daddy 抱我。抱。Daddy 教我点穴好不好？之前看到Daddy给坏蛋点穴了，书上说那叫支沟穴，会让坏蛋闹肚子。你教会我了，我就可以保护妈咪了。点什么穴呢？你以为在演武侠片吗？你现在这个年纪就应该看那几只猪。那是小孩子爱看的。你不是小朋友吗？我和普通小孩不一样。别废话，看猪。哦，这个地方放了好多东西啊。是的，我敢说有一半我们都用不到。怎么了？怎么看动画片还得太生气了？以后禁止他看除了少儿频道以外的任何节目。怎么了？聪明不应该成为他的负担，应该让他有一个完整的头脑。我觉得沈老师说的有道理。这小子有时候人小鬼大的，我都分不清他是大人还是我是大人。还不如只是个普通小孩，偏偏智商不跟了他的死鬼爹夜宵。沈老师，要不要考虑和我更进一步发展？我就说怎么这么好的人被我捡了，原来他是因为那方面不行啊。你都那么说了，这么大一个美女，站她面前，这都能忍住？多半是真不行。那怎么办？不过这东西它也分先天和后天的，咱们得先搞清楚，它是先天不行，还是说有什么心理障碍？我们先这样。嫂子都这样了，你还能把她给推开？沈老师，要不要考虑和我更进一步发展？给他这么多天缓冲，他总该准备好了吧？不然天天只能光看他这张帅脸，又不能摸又不能睡的，多难受啊！先不用着急嘛，那不然怎么办？我怎么跟他解释我腰上被捅了一刀？我考试挂掉了一个小学生，然后被小学生恶意报复。社会新闻也有说离职员工捅了钱老板的吗？这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？哎呀，不抽你就别夹着了。那咋办呢？伤筋动骨还100天呢？跟我对付2天呢？啊？Daddy， 你怎么让妈咪进厨房了？你不知道妈咪做饭很难吃吗？妈咪她非要做，我拦不住啊。妈咪，我不吃这个，这不是给你吃的哦。你呀，吃这个，其他的呢都是给 Daddy 做的。用不着这么汹涌澎湃吧？咱不行呢就得补。沈老师，不要讳疾忌医。我行。行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你这，哎呀，
哎呀，通通都要吃完哦，一点也不许给我剩。白天补成这样，他要是还不行，那真就是天生就不可以了。天气凉，你还是先把衣服穿上吧。沈老师，我们试试嘛。沈老师，我们试试嘛。和我更进一步有这么痛苦吗？我今晚还非得到这个人不可了。这躲什么啊？我没在躲，我只是觉得你可能没有想清楚。我们都已经结婚了，还有什么想不清楚的？那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你这么大力气？沈老师，你就从了我吧，我们俩想把以后的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可以从了你，但不是现在，好不好？你个大老爷们儿，我们又是合法夫妻，你顾虑什么？都这样了。知识点，我想到一个知识点，这个很有教学意义。这样，你先睡，我去记下来啊，你先睡。沈兰泽，你再给我跑，我休了你！看一个男人行还是不行，还可以看他早上起不起得来。要是早上他都起不来的话，怎么？干啥呀？你都，你还不愿意？你难道是？哦，我不是，不是，我不是。哎呀，我不是我。我真是要疯了！我竟然喜欢上了一个姐妹。我原本想的是，她要真不行，我也不嫌弃她，毕竟小川挺喜欢她的。可我也没打算要二胎，但她竟然是姐妹！你怎么发现她是姐妹的？她都憋成那样，都不舍得碰我。这除了对女人不感兴趣之外，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啊？我知道你不开心，那你能不能先别不开心啊？要零件之心那个富商发了一个地址，让我们把零件之心先送过去。我都这样，你还想让我开工？加油！老大，你该回神了。有话就说。哎，你就不能对你媳妇儿那一半的温柔对我吗？你玩游戏会对发布任务的 NPC 有感情吗？没事，我走了。别，人间之心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我这边接获到一个消息，说鱿鱼会在这个地方脱手。你嫂子她现在是这么个情况，她现在对我吧？女人都喜欢首饰吧，不然你给她再买个戒指红红。先生，请问您需要什么？我想给我的老婆买一枚戒指。正好最近店内到了一款新款，您看这个怎么样？可以。好的，给您包起来。这看起来不是送礼物的好时机。还在生气呢？这么好一人，这脸，这腰，这身材，怎么就是个姐妹呢？没事的，我不嫌弃你。小川也挺喜欢你的，你人也挺好的，
我们新婚也是可以的。行，放心，我会替你守住秘密。不是，我都跟你说了嘛，我不是。林老板，我是喜欢你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更进一步？因为我就是单纯的不行。真的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毛病的？前2年。像我这种毛病吧，它应该稍微调理一下就好了。真的？哎，刚好这是我朋友给我的酒，里面有各种名贵的补血益气的药材。听说这70岁老头喝了它都能打2套拳。你天天喝它，一定会好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。林老板，我昨天接到通知，说我大概有出差1周左右的时间。哦，我刚好也有事情要忙，大概也要1周。等一下，这个是我之前的存款，还有这个月的工资也在里面，以后每个月的工资也都会往里面打。虽然我的老婆很能干，但我也不能吃软饭，对不对？那门上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东西啊。是吗？看来我这度数好像又加深了。那我就先走了。你怎么了？啊，胃疼。注意身体啊！好。老大，这次任务我会跟你一起出动，先去那边接应你。那到时候电话联系吧。老大，你脸怎么那么红？是生病了？我大抵是病了吧，要不然怎么能天天喝药酒呢？跟踪我，真不要脸！咱们半斤8两，1年之薪呢？拿出来！你有本事自己来拿。1 v 1，你不是我对手。嘴上逞功夫，谁不会？真是麻烦。你不要杀了我吧！说了你不是我对手。1年之薪在哪？拿出来。大腿口袋里，自己拿。别动！你不会真杀了我吧？我家里还有老公和儿子，等我回去吃饭呢。你傻子，外套拿走了。珐琅喷雾，第2次。刚刚那个人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来着？算了，接应老大要紧。老大，你眼睛怎么了？咋跟上次一样？上次是防狼喷雾，那这次呢？这次也是防狼喷雾。啊？我本来我马上就要抓到那条鱼了，然后呢？就要把宝石拿到手的时候，是吗？结果他给我使了个苦肉计。苦肉计，苦肉计，好嘛。然后呢？你说呢？不是，苦肉计对你还有用，老大。之前是没用的，可能是因为现在当爸爸了吧，人变得柔和了。帅哥，小姐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请问洗手间在哪？
前面直走，然后右转就到了。谢谢你啊，帅哥。不客气。我把工作还要加倍，只有你的笑颜。又他妈敢耍老子！给我封锁全网，把人给我揪出来！我不做大哥好多年。哎，老大，我刚才看见一个人，长得还蛮像嫂子的。你嫂子出差呢，怎么可能会在这种地方？是哈，我去趟卫生间。怎么回事？难不成货出了问题？我全场搜捕鱿鱼，抓住他的人，重重有赏。沈文泽，他是鱿鱼，这是男洗手间。他怎么在这儿？他不是在其他学校出差吗？出差怎么出到这儿来了？帮个忙。我已经结婚了，帮了你回去帮我解释。你老婆又不在，你害怕什么？她在与不在，我也得洁身自好。别！快过来，这里有人。让一下，我们检查里面的人。听见了吗？麻烦让一下。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？你说没有就没有了吗？给老子起开！你们要不要打听一下这家酒吧是谁？您是酒馆里的人？酒馆那边的人，他一个小学老师，怎么会沾上这种关系？抱歉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就走。事情疑点太多，但我现在不能暴露身份，回去再好好问他。谢谢你啊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先别谢。这个鱿鱼为什么看起来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？作为这家酒吧的负责人，我有权利知道你的身份。是你自己来还是我动手？第3次我总算是房主，也算是房主。人呢？所有的出口都检查了吗 ？boss， 他一定还在这酒馆，只不过不知道藏哪了。对 ，boss， 只要再给一点时间，我们一定能把人找出来。给你妈的头呀！这女的竟然敢耍老子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怎么回事？刚打探到的消息，这个鱿鱼把富商给耍了，他们交接的不是林间之心，而是别的东西。这倒也符合他的行事作风。老大，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做？作弊上官，看场好戏。我猜这个就是鱿鱼。在这儿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追呀！哼，老大，他胆子也太大，装成保安就想跑。看看他能怎么走。老大，这可是3楼，说跳就跳。是你的话，你跳不跳？哎，那估计也得跳。他妈的，竟然敢拿这东西糊弄老子！老子抓住，我一定弄死你！大概看看。林间之心，他不应该在鱿鱼的身上吗？这是我从林安包里拿出来的。那鱿鱼给那个对接人给的是啥？是我从对面那条街上买的钻戒，2个盒子几乎一模一样。哦，那等于说这场乌龙是你导致的，嫂子就是鱿鱼。李小川很有可能就是我的儿子。刚刚他在厕所已经看到我了，他现在肯定对我起了疑心。那怎么办？你不会是要离婚，然后把小川给带走吧？我是这样人吗？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林岩就是我老婆，
林小川就是我儿子。但是按照特工的想法，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挪。他现在已经对我起疑心了，所以他下一步就会，离开荣城。那宝石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为什么那群人忽然就变了态度？还有沈文泽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？但无论如何，为了小川的安全，我得把他带走安顿好。小川，妈咪，你回来了，带着走。妈咪之后再告诉你，我先带你去紫云阿姨家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正打算带小川去吃点东西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一身酒味。这个事情忙完就回来了嘛。主要出差那地方我不喜欢，太吵了。行，知道你为了兄弟舍生取义了。嫂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让沈老师呢陪我去了趟酒局，但是你放心，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哎，你也不用罚他跪榴莲了。所以沈文泽去那地方是因为青龙喊的，青龙才是那地方的主理人。就别出去吃了吧，我给你们煮面。啊？那我就不吃了。嫂子，我把沈老师送到也算完成任务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妈咪，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？没有。妈咪，只要一想事情，这里就会皱。与其被动猜测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如果你能避开，那你一定就是同行。老公，我来。老公，我来。他在试探。光放盐了。怎么样，烫没烫到？要紧不？哎，我在说什么？刚出炉的汤，怎么可能不烫？你没事吧？这么帅的人，怎么能是又脏又臭的男特工呢？走。你干什么？赶紧把衣服脱了，用冷水冲一下呀！不行，我腰还没好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干嘛你害羞啊？我们是合法夫妻，不用这么矜持。不是，那个面吧，他再不吃就坨了。你跟小川先去吃东西，我自己来啊。这样算是蒙混过关了吧？保险起见，还要多试探几遍。我做的每一件工作所花的劳动，实际上并不需要。他睡了吗？他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啊？要不要喝点啤酒？俗话说酒后吐真言，只要我把他灌醉，但问什么都方便了。你不喝吗？我的酒量就算了吧。哪有人请人喝酒自己不喝的？这样，你要是真想喝的话，我喝一罐，你陪我对付2口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随机应变吧。他喝1罐，我喝2口，都这样了，我就不信我还灌不倒他。好，那就这么干。还是我啊？不是沈文泽，你喝醉了没？喝醉了。
几个手指啊？这是2根。胡说，这明明是4根。这要是出任务的时候让他碰上1点酒，那可真是要命。看来你是真的喝醉了。为什么突然找我喝酒啊？因为想把你灌醉啊。那你就真的只能想一下，灌醉了然后呢？灌醉了之后，就可以从你口中得到我一切想知道的消息喽。你还真提醒我。林。林小川的爸爸是谁？小川的爸爸就是。哎，不是，先别睡。先别睡。你很吵，闭嘴！是野烧。不管小川的爸爸是谁，谁来都不可能把他从我身边抢走。我保护你们都了不起，怎么会伤害你们呢？醒了。我昨天怎么先醉过去了？我没对他干什么吧？昨天他到底醉了没醉？喝这么多，我都没把他灌倒吗？难不成他是千杯不倒的体质？真是越想越气啊！凭什么有人喝不醉呢？我犯什么错了吗？说，我昨晚喝醉干什么了？这要我说？说啊！你昨天晚上喝醉之后，非要在这个屋里放烟花，还要我把小川拉出来，跟着你一块儿放。听起来好像确实是我做得出来的事情啊！还哭着喊着，说我这一辈子就只能跟你一个人一直在一起，如果敢跟你分开的话，就活活把我打死。打死你！我真的会这样说？现在看起来也不是没可能。我怎么可能这样对你呢？没摔伤吧？我这是摔的吗？行了，我擦点药去啊。再试探一试，看他能不能避开我这一刀。老公，我给你削了个苹果。我给他留了几分余地，如果他不做反应，那这柄刀子肯定伤不到他，而是擦着他的脸过。但如果他避开了，看来他还没有打消对我的怀疑。干脆这样吧，你不知道怎么躲就算了，怎么还往刀口上撞啊？我哪知道该怎么躲呀？究竟是酒馆里的那个沈文泽是假的，还是现在这个沈文泽是装的？不，那样的身手不可能一点反应能力都没有。没事吧？别碰我！气死我了，简直是！幸亏这盒子上印着你们店里的信息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到哪儿去找这条狡猾的鱼。是他。现在给这个盒子的主人打电话，让他来这里。快打！是，我先去吧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沈先生吗？喂，怎么了？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沈先生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您的消费达到了我们店的额度，我们这边有一个感恩回馈的活动，您可以到店免费选取一件礼品。不用了，谢谢啊。你先别挂，沈先生，请您务必要来一趟。他们这是打电话给谁？怎么？他怎么说？他说他一会儿就来。他要是不来的话，我让你们所有人都吃不了兜着走。人都已经给你们喊出来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走。
怎么样？我损失这么惨重，当然是想拿点东西补偿一下，要不然怎么对得起我这帮兄弟的劳作呢？监控都砸了吗？报告老板，已经砸了，警报器也关了。给我把东西拿出来，不要耍花样。如果我的事情没有解决之前，条子来了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那个不能拿，那个真的不能拿，那个要是拿了，卖了我们也赔不起啊！也就这个东西值点钱。住手！你这个强盗！走开！求你了，这真不能拿！滚开！这真他妈晦气！一个连人间之心都不如的东西，卖了你们几个都赔不起，那我的损失谁来赔呢？我就坐在这里，等着鱿鱼送上门来。果然是冲我来的。不过，他们怎么找到我这儿？无论如何，作为特工，要先保存自己的性命，先跑为妙。你这个畜生！你骂我是畜生，那我不得干点畜生的事情，要不然对不起你对我的称号，是不是？我现在火气很大呀！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想好好的疼爱疼爱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疼爱完以后，我会让我的兄弟们轮番疼爱你的。呀！还不把门关上！不要！不要！他妈的！住手！住手！你就是鱿鱼吧？不是，他不是，他是对面甜品店的老板，不是买钻戒的人。林小姐，你快走吧，你别管我们了。你当这是什么地方呀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吗？按照行业规矩，你不能私下查探特工身份，你这可是坏了行规。看来你就是鱿鱼了，你还怪开我了？明明是你先不守的规矩。我要的是林间之心，你给我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给你的一直都是林间之心，你分明就是想对我不利，故意找个借口罢了。鱿鱼，我再问你一次，林间之心在哪里？我说了，我早就把它给你了。放屁！看来不用点手段你是不会说的。鱿鱼，告诉我真正的林间之心到底在哪里，否则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既然你要战，那便战。对，打死他！不好，他们的人太难缠了。该你了，想怎么死？死到临头了，还这么大口气！你要知道，是你先坑的我，难道你还要杀雇主不成吗？胡说八道！我给你的明明就是林间之心。你给我的明明就是个破钻石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们两个废物，赶紧起来，给我收拾他！我就知道你们指望不住。不过没关系，还好我准备了后手。林哥、峰哥，那可是通缉榜上头号的人物，还对付不了你一个小特工呢。恁就是排行榜名列前茅的鱿鱼，是不是将你杀了，
我在特工排行榜上也能名列前茅。杀我？谁到时候杀不了我，反而被我抓住拿去领赏金。是啊，是。特工榜上的鱿鱼也不过如此嘛！啊！一二第一，亏你们有脸说出这样的话。鱿鱼，没想到吧？顶级特工又怎么样了？还不是得趴到我的面前委曲求全？你现在告诉我，人间之心在哪里？我还能饶你个全尸。他妈的，怎么让他给跑了？麻利点，一会儿条子来了有麻烦。把这个女的绑上，一起带走。怎么了？为什么非要我去你们店里啊？你千万别去店里，那里都是强盗。叮当之家的老板过来救人，也被他们抓了。你去报警，我拖着他们。小精神！哎呀，被动，老实点吧啊！恁呀，打不过我俩。卑鄙无耻！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呢。只要能达成目的，那又怎样？林哥，峰哥，把他绑了，我们这就走。我们走。你又是谁？一个语文老师。识相点，赶紧走，不然连你一起绑了。我现在走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绑的是我老婆。沈文泽，快走，别甩站在这儿。我要是走了，那你呢？我跟他们只是有误会，解释清楚就好了。少跟我在这里来夫妻情深的戏码。我们两个的恩怨，岂是简单的解释就能结束的？刚才我给你机会让你走，现在没了，只因为你是这个女人的老公。给我把她打一顿，别打死就行了。峰哥，对付这种小白脸，你不用出手，让我来。小白脸，你猜你能不能挨住我一拳？别刚挨了一拳就哭爹喊娘去找妈妈哭吧啊！小白脸，我说话你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听见了还不起来，让我把你揍一顿！你等一下，我这个眼镜还有西装挺贵的。妈了个巴子，都快死了，他妈管你衣服！小心！你到底是谁？我说了，一个语文老师。不说你真名是吧？行。尽力打力，啥呀我呀？他果然对我隐藏了身份，酒馆里的那个沈文泽才是他的真面目吧？敢跑就死！哎呦，大哥，我错了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哎，我给你钱，给你100万。哎，不，1000万怎么样？哎呦，你真有钱？我哪知道鱿鱼的老公是个狠人呀！哎呦，金良叔叔，我是知情人，我来给你们讲一下他们的犯罪经过。这伙强盗啊，就是之前华国国宝级藏品《林间之心》的失窃的罪魁祸首。他们不知收敛，还来抢金铺。这2位呢，是附近的见义勇为的朋友，是多亏了他们，这里啊才能安然无恙。哎，你放屁！你放屁！你的意思是他们2个人解决了这些强盗？有什么不可能啊？我是柔道红带。
哦，我是教书的，用知识武装自己。咦，牛皮得很。啊，失敬失敬。哎，警察叔叔，你看这个像不像丢失了很久的宝石？灵间之心。来，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宝石的来龙去脉。警察叔，纯属污蔑，污蔑啊！我没碰过，那个灵间之心是他们俩抢的，跟我没关系啊。我还得感谢你进来就把金刚给砸了。你，我们回家。你果然在骗我！给我滚！不怕疼是吧？怕，但我更怕你跟小川离开我。我跟你保证，我除了身份之外，跟你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真的。你觉得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真，是真吗？那你不是也欺骗我了吗？没错，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过彼此，更应该离婚。你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呢？我为什么要给你机会？你小川是我儿子。你是叶宵，你什么时候知道小川是你的？酒吧那次，但我知道你就是鱿鱼之后，我就有这个猜测了。不过直到真正确认，还是你找我喝酒的那天，你亲口跟我说的，我就是小川的亲生父亲。你不打算走是吧？对。好，那我走。小川放学后接回你家，我现在去找你。怎么一回事啊？难不成林安家里出事了？算了，他这么厉害，听他的就是。小川，今天跟子玉姨回家喽。为什么要去你家呀？带着妈咪又要工作吗？不知道，总之你妈咪会来接你的。走吧。今晚怎么想着来找我了？想你了，想来见你不行啊？看你那愁容满面的样子，你猜我心多少？阿紫，我们可能得换个城市生活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沈文泽就是叶宵，而且他已经知道小川是他儿子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偏偏是你们俩结婚了。我也没想到，我要是知道他是同行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嫁给他的。况且，叶宵是特工排行榜第1名的存在，谁知道他在我身边有什么打算？不是，也有一种可能是他真的喜欢你，所以才和你结婚的。别抱有侥幸心理，特工这一行要是有这样的想法，就离死不远了。那你怎么跟小川说呀？你也知道，他可不是好糊弄的孩子。像我多好，偏向那个死鬼老爹，糊弄还得找理由。老大，灵间之心呢，已经交给华国的博物馆了，然后我还找了最好的律师，保证那一群人这辈子都不可能出来了。这件事呢，也算是完全的脱手了。嫂子和小川呢？跑了。跑了？这才多长时间？那你还不快去追？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怎么追没有办法。问对人了。请看 VCR。大家都知道，烈女怕缠郎。那么一个男人如何追女人？无非就是3个点：胆大、心细、不要脸。做男人要胆大心细不要脸，利用一切条件营造双方能够一起相处的空间。胆大心细不要脸，胆大心细不要脸。说谁呢？我不是说你啊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妈咪说带我去别的地方玩2天。我也去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不知道啊，可能这就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吧。小川，弟弟抱。哎，小叛徒。爹地，这花是给妈咪买的吗？小川，想不想跟爹地出去？他不想，麻烦你让一下，我要带他走了。
小川还没说话呢。爹地妈咪一看就是闹矛盾了，我要想办法让他们和好。胡说，我想。他想啊。林小川，你不是答应我跟我在外面玩2天吗？可是不能先跟爹地玩1天，再跟妈咪玩2天吗？对啊，不能吗？我们要尊重孩子的自发选择。妈咪，我想要最大的那个玩偶。哎，几位玩玩，很便宜的。哦，我们不玩这个。特工玩打靶枪，那不是欺负人吗？穿的倒挺体面，还以为是有钱人，结果这10块钱打个游戏都玩不起。我强烈建议你收回这句话，为了你好。得了得了，这没钱就爱给自己找借口。走，别妨碍我做生意。妈咪，可以吗？玩一把是小事儿，老板，你到时候可不要哭太惨哦。倒是你们才应该担心自己能不能拿到。我这游戏啊，看着简单，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喽。先玩一把，等会儿别反悔就行。谁反悔？谁是小狗？你们呀，随便玩。嚯，这运气还不错。开玩笑呢，我运气一直都很好。来一局。1分钟，看谁打中。怎样？我爹地和妈咪很强吧？别打了，再打我这电就没了。我反悔了啊！玩。早跟你说过，到时候不要哭太惨。这谁能想到你们真是这个呀？哎呀，你为什么让着我啊？我没让着你，你打的本来就比我好嘛。小川，去挑一个你喜欢的玩具。哎，现在知道不要随便看不起别人了吧？知道了，这哪能不知道呀？你们再玩，这电就真没了。就拿2个就行，别贪心。那拿一个。乖姐，走。妈咪，我去那里玩一会儿。去吧。你要不让我，我也能赢你。那当然了，从那2次防狼喷雾就能看出来你在射击上的天赋了。你好啊，那我们改天就真枪实弹的比试比试呗。M 国有一个射击训练场，你要是想玩的话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去。M 国，那地方能随便让人进吗？不能，但是你可以。这个是我的身份卡，拿着它，你可以去我名下的任何地方。你对谁都这么大方吗？当然不是，这张卡只有1张，老婆专属，就当是工资卡吧。这能有多少钱？难道比我还多吗？也就10位数吧。多少？10位数。凭什么比我工资还高啊？以后你来管钱，我来理财。你每天呢就只需要在家就坐着就看，这钱就会蹭蹭蹭的往上涨。每个月就只需要给我一点零花钱就好了。只要你跟小川不离开我，只要不离婚。你现在是连装都不装了是吧？直接拿钱砸我，一点脸都不要。跟老婆孩子比起来，脸重要吗？爹地和妈咪总算是和好了吧？哥哥，我的风筝飞树上了，你能帮我拿下来吗？你应该找大人帮你拿，我和你一样高，风筝是拿不下来的。好了，我帮你去拿。风筝在哪呢？我没有看见呀。风筝呢？不知道，是有叔叔让我喊你过来的。有叔叔让你喊我过来？我要回去找我爹地和妈咪。找你爹地妈咪，来不及了，小子。嘿嘿，辛苦了啊，去玩去吧。
浪费我那么大一单生意，我得让你付出点血的代价。小川呢？刚刚不是在那儿吗？人呢？地上有2组脚印，会不会是遇到同学或者朋友了？不管怎么样，先去找找。那个人是不是有点眼熟啊？是有一点，还是先找小川吧。做的这么吃力？不对，站住！我叫你站住，听到没？跟我说话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很少有人跟我说话。请问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背上背的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，我从垃圾场淘回来的垃圾，有钢筋什么的。我寻思回去卖点钱来着。有事儿？请问2位，我可以回去了吗？您可以走了，大哥。哎，老婆，追！是金铺那个打手。那他背的肯定是小川。妈的，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抢老娘的儿子！我们左右包抄，你左我右。别过来啊！别动！再动我摔死他！住手！不要！爹地妈咪，小川是我的命。闭嘴呀！你也知道他是你的命。你把我兄弟送进派出所的时候，你咋不想他也是我的命？你要是敢伤害他，我就跟你拼了！你试试。他现在还不会伤害小川，放心。你冷静，别伤着孩子。我们谈谈条件吧。站哪儿？说说看，你想要什么？小川现在已经是男子汉了，男子汉不会害怕危险的，对不对？是，男子汉不会害怕危险。爹地妈咪都是厉害的特工，我不能给他们添麻烦。还没想好吗？我要6万块钱，加一辆可以逃出荣城的5牌车。可以，1个小时之内。1个小时，怎么可能凑得出来？凑得出来。最好别给我耍什么花招。不会的。青龙，给我准备6万块钱现金，还有辆5牌车，1个小时内给我送到公园 F 出口。电话是当着你面打的，你可以放心了。车到了，你就放人。放人？谁说我要放人了？放不放人那要看我的心情。妈的畜生！遵守规矩那是你们特工的事，我他妈就是一流氓，我管那么多事干嘛？那你就打算一直带着孩子逃命吗？孩子他不会配合你的，有的时候还是一个累赘。这样吧，我跟孩子做一个交换，我可以配合你。别给我耍什么花招啊！我知道你是特工榜排名第1的叶宵，想要从我手中逃跑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软骨散你有吧？我当着你面吃了，你该不会连一个吃了软骨散的人都控制不住吧？沈明泽，别做这样的事。小川他是你的命，也是我的。软骨散吃完就能极长一段时间丧失武力，连走路都勉强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压个头做筹码，肯定要比崽子划算得多。疯了！你也是我的命！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。老大，你要的东西我备好了，扔给他。现在交换人质。回去找妈咪。走。雷老板，家里有我给你准备的惊喜。妈咪，爹地被坏蛋抓走了，会不会有事呀？爹地那么厉害，肯定会逢凶化吉。
他可是夜宵啊，出过的危险任务比谁都多，什么危险场合不是来去自如？可是，谁又能保证下一次不会出现意外呢？你先去休息，妈咪把爹地救回来。大不了千里奔袭把他抢回来。魏老板，家里给我给你准备的惊喜。惊喜？他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？林老板，自知相识相知过晚，让亡羊补牢为止。今审文则手写婚书向林言下聘，望林老板能不计前嫌，再嫁给我一次。我愿为其操持一个盛大的婚礼，奉上沈文则名下所有财产，无条件送给林老板做聘礼，作为林言迟来的丈夫，以及林小川晚到的爸爸的补偿。只要你能回来，我愿意再嫁你一次。听到了吗，沈文泽？你们老大还没消息啊？我比你更想知道他的消息，但这3个月来，他确实了无音信。不会真阴沟里翻船死了吧？嘿，你给我闭嘴！我老大就不可能会出事儿。那怎么3个月都没消息啊？那肯定是有事儿给耽搁了呗。当时我们老大跟了300里，发现那强盗弃车而逃，转为水路。我们老大跟着船出海，才发现那强盗抢的船被遗弃在茫茫大海上，附近一个人都没有，全靠人力游回来，基本没什么可能。那夜宵又不是神，虽然他代号是鸟，又不是真的会飞。你还趁早把你的东西拿走，省得我们老大伤心。少一了，沈文泽，他绝不可能死掉。戒指和工资卡我已经拿了，他一定会回来娶我的。嫂子，要不再等3个月吧？要实在等不到就……他一定会来娶我的。代号夜宵，收到回复。林老板。好久不见。爹地。来，过来一起拍照。来，大家看镜头，3、2、1，茄子。爽。大爷少喝一点。我记得你当年这有一个跟小川一模一样的新型胎记呢。一拍两散是谁说的？我说的又怎么样？所以当天过后我就去找整形医生做激光了，免得不必要的麻烦。果然是夜宵，你好狠的心啊！这个叫专业。现在好了，我不是夜宵了，你也不是鱿鱼，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家人。是，我们现在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家人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当特工之后，日子会这么幸福。你这还疼吗？早就好了。你当年就是因为这个一而再再而三拒绝和我，那个。
我还以为你真不行了呢。行不行呢？你再试试不就知道了？滚啊！不想要二胎。现在鼓励生二胎，咱们得响应号召啊。